今年2021年是我来到加拿大的第13年，也是我从事护理工作 Licensed Practical Nurse 职业护士生涯的第10周年。自从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到现在，已经满1周年了。在这个星期一，收到公司的2封来信。第一封感谢我们在过去1年中坚持自己的工作岗位，抗疫到现在。第二封信呢，则是病人的家属在当地的报纸投书，我们公司得到变种新冠肺炎阳性反应的员工没有注射新冠肺炎疫苗。虽然这项病人家属的指控并没有受到公司的证实，但是身为医护前线人员的我来说，不禁想要来谈谈在过去的1年多医护人员的心路历程。首先来谈谈员工戴口罩这件事情。在去年1月底，中国爆发了新冠肺炎之后，公司仍然认为员工没有生病不必戴口罩。到了3月，公司分院产生了第一个新冠肺炎案例之后，员工开始戴口罩。之后因为疫情越来越严重，工作的员工必须在休息之后替换口罩。在疫情不断发烧之后，公司又要求员工不但要戴口罩，并且要戴着护目镜工作。因为长时间戴着口罩，做着非常沉重的劳动工作，很多同事常常感觉到呼吸困难，甚至发生对口罩过敏的现象。再来就是工作量的加重，一旦院区发生病人或者工作人员测试新冠肺炎阳性反应之后，除了每次穿脱防护衣、手套、护目镜至少5分钟的时间以外，人员的短缺也是造成医护人员工作量加重的另一个原因。而在疫情爆发期间，公司仍然允许家属来探望病人，就发生了一起因为家属感染到病人而引发新冠肺炎阳性反应的案例，使得很多的同事都被隔离，包括我在内。最后员工短缺，遇缺不补，大家的工作量都加重了。因为护理工作是24小时制，有早班、小夜班以及大夜班。虽然公司曾经提供员工更多的班次工作，但是因为加班费的问题，公司也无法给足员工工作量，以获得之前的收入。虽然公司的大部分同事都在今年初打完了2剂新冠肺炎的疫苗，但是因为最近又有英国变种、巴西变种以及南非变种病毒兴风作浪，从3月初开始，又有一大批的同事被隔离了，剩下的护理人员就开始早班、小夜班，每天16个小时的连续工作。连我在半年前请的休假日也被老板要求取消休假回去上班。我目前居住的亚伯达省政府就在3月23号宣布，暂时不进入第3阶段的重新开始经济活动。原先第3阶段计划体育活动、宗教敬拜活动、博物馆、电影院、画廊、赌场、室内社交聚会等等。亚伯达省官员说，虽然亚伯达省的新冠肺炎住院人数在300人以下，但是最近新的病例产生上升的趋势。1个礼拜以来，亚伯达省的新冠肺炎住院人数达到了目前280个人。为了避免第3波疫情爆发，不开放第3阶段经济活动，是为了不给医院系统带来太大的压力。亚伯达省3月22号新增了456例新冠感染，其中110例是变种病毒。亚伯达省6176例活跃的新冠病例中，16%感染的是变种病毒。所以官员说，我们必须要谨慎预防第3波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粉红天平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个赞吧。祝您健康愉快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